Hello， 大家好，今天是2月16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如期下跌，短线低点将出现，但抄底别着急，不出现这个短线信号，抄底容易接飞刀，哪怕买入反弹，也容易后续被套。特斯拉再次遇阻回落，中期反转很难一步到位，关键点位不能破，还能继续看涨。扣位有点异动，横盘震荡有机会二次启动，可以关注。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那么今天是上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93期的视频，也是阿哲今年最后一期视频。大家看到本期视频时，阿哲应该在吃年夜饭了。那么在这里，阿哲也祝大家马年到，财运到，买的股票都是千里马，财富增值，快马加鞭，一马当先，赚大钱。当然，更重要的是身体要健康，万事顺遂。那么今天阿哲还是通过以下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行情的观点。第一部分，我们还是要讲到有关最重要的指数的环境分析、市场观察。阿哲还是要再讲一讲有关指数的背离，以及呢日内变盘点，还有短线抄底的一个信号，出现哪种日内和日线信号，对于我们来讲更加适合去买入。那么那种上涨更不容易呢，只是一个反弹呢，我们会在本视频当中第一部分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讲解。那么第二部分和第3部分我们将会讲到个股解析，阿哲会讲到特斯拉、亚马逊、英伟达、科威、谷歌、甲骨文、MSTR、微软、博通、AMD、HOD、APP、SOXL、Circle、Meta、OKO、PLTR、Coin、美光以及 MP 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位新同学，那么阿哲有一个温馨提醒，因为阿哲的视频当中有比较多的个股标的的分析，所以视频时长一般呢会偏长一些。如果您不太适应观看长视频，当然阿哲也知道不是每一只股票您都感兴趣观看收听，所以阿哲呢把每一只股票的时间轴都已经划分好了，大家点击下方的这个按钮，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当中所有个股的时间段落，那么点击选中的段落就可以快速跳转您最想要优先观看的个股，希望这一个选项可以对您有所帮助。当然阿哲唯一的建议是大家第一部分可千万不要跳过，因为这是我们本视频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目前左侧的图表，那么阿哲呢依旧把之前的观点呢重新回顾一下，有一些新同学那么可以做一个参考。我们之前讲过最重要的一个压力支撑点是23400，价格走势呢已经出现了连续性的跌破，然后反冲的确认可以说是进行了2次对于23400的一个确认，所以这个点位呢是很重要的。后续的市场哪怕可能偶尔会出现上涨，那只要呢在23400之下，最好呢都以短线看多为主，不要轻易的认为它能够去反转，所以23400作为目前关键的一个压力位。好，那市场当中的强弱之分就如果它的反弹连23000都无法过去，那么就证明23000已经是有效的跌破，并且这个反弹相对是比较弱的，连23400都无法去碰到。那么这种下跌一般来讲中途的任何上涨都叫做反弹，这是从支撑和压力位的角度我们去看待的。好，那么当下的观点我们对于目前的指数的观点就是它容易有反弹产生，可能在我们节后会立刻出现反弹，也有可能会再跌一根再出现反弹，但是阿哲的观点是这里呢很容易会出现一个再次的反弹。这里面有2个参考的要素，一个呢就是当前我们在周2的时候就是新月了之前我们讲过满月会是风险，新月呢会是机会之前这一个低点就是一个新月的变盘，在这个高点附近就是一个满月变盘，那目前跌到这里又再次来到了一个新月所以这里容易出现低点，容易出现反弹。好，还有另外一点，为什么会认为这里是容易反弹呢？就是指数背离方面，目前的指数又再次出现了底背离行情。我们曾经通过指数背离进行顶底识别，逃过很多处的高点以及把握到了之前一次低点机会。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叫做指数背离呢？如果是新同学要认真听了，如果是老同学您如果明白的话也可以跳过这一部分。你把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2个重要的美股组成的指数呢放在一起上方是纳指，下方是标普。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他们两者之间的图表基本90%以上的高低点都是相似的，就是他们的一个整体行情都是一致的同步的。那么有一些不同步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特别需要去关注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当下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这一个点高点是纳斯达克指数上一年10月底的高点，
而目前对应的时间，那么这一个高点呢是标普曾经10月的高点啊，但是这两个高点它们处境是不一样的。像标普的高点呢，这是在后续今年当中不断的被新高，而标普呢，其实这个高点一直没有被创新高。好，那么这就是它们不同步的地方。当市场出现了一个指数能够有关键点位的新高，而另外一个指数不能够创出新高时，这种动作就叫做顶背离行情。这种顶背离产生的时候啊，就说明它容易出现下跌了。你会发现阿哲标记啊这一个箭头的地方呢，它都是纳指呢不能够新高，然后标普呢把之前10月份的高点给突破了啊，是吧？所以这是一个顶背离行情，后续呢容易出现高点下跌。而我们在最近这一波下跌时把握的这一波反弹行情呢，就是通过底背离啊，因为这一波下跌，纳斯达克指数呢把之前的很多低点都给击穿了，而标普呢却并没有击穿之前的这个低点，所以这是一个底背离行情啊。所以有一个指数新高啊，有一个指数不能新高，这叫做顶背离啊。有一个指数呢新低，有一个指数没有新低啊，这个叫做底背离。那么顶背离呢有下跌的风险，那么底背离呢有上涨的一个机会。那么当下市场又出现了这种背离行情，你看到最近股价这一波下跌，纳斯达克指数它呢是把左边的这个小低点给击穿了，而你会发现标普呢是没有击穿这个小低点的，这种是小级别的一个背离。那么另外一重背离呢，就是它这一个下跌依旧把之前左边的这一个低点给打破了。那你会发现标普呢是不是还是没有打破这个低点？所以这就是一个底背离行情了。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市场出现了一些止跌行为，你可以去把握短线的一些反弹的动作，当然只是短线并不是太过于长远的一个上涨，因为市场目前还存在一个顶背离的环境。好，那么还有一种比较恐慌的，就是你不能随便抄底的原因，就是如果市场这里还在下跌，那标普呢把前面这个低点给击穿，那么短时间内这种底背离就被修复了。底背离修复，市场就是同步下跌，那同步下跌将容易产生加速下跌，这也是为什么当下不能随便抄底的原因。一不小心多跌一根 K 线，是吧？那么标普把前面的低点给击穿，那么两者就是同步的下跌，那么后续可能会很快的去到左边这个低点，这是当下要去小心去防范它这种快速的下跌。所以当前阿哲的观点就是这个地方可以做短线多头，但是必须要有一个确认信号。我们这个确认信号呢，在第3部分会去讲到。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2部分的日内变盘时间。那么这个日内变盘时间是阿哲在每天的盘前广播当中都会去写到的一个内容。那什么叫做变盘点呢？比如说我们举一个案例像2月13号的盘前广播，阿哲写到了日内的变盘点是11点，还有凌晨2点这是香港时间。大家如果不在这个时区内的话，记得换算一下这是阿哲按照自己这边的时间去算的变盘点。好，那么11点的时候呢，是不是市场见到了一个低点？然后在2点的时候，市场呢是上涨来到了一个高点，市场下跌。所以所谓的变盘点呢，它就是意味着在某一个节点上、时间上容易产生高点或低点的一个转折信号。当然，这是一个提前预测，所以它呢必须要在盘中再加以佐证。像近期2月12号、2月13号这2个交易日，阿哲给过5个变盘点。那么5个里面呢，有一个呢是它不是高点也不是低点就是在我们2月12号盘中的凌晨12点的时候，这个地方呢刚好是一个下跌过程它不是高点也不是低点。但是其他的像10点45分像4点11点2点这些呢刚好也都在高低点附近所以这个变盘时间虽然不是100%准确，但是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所以大家盘前可以看一下，可以关注一下阿哲所写到的每天的这个日内变盘时间，可以做一个参考。它对于你的买卖点会有一些优化比如说你的个股交易很多时候想要去买股票，你尽可能不要在市场出现高点变盘时去买。你如果买到这个地方，你一买市场跳水，那么你的买点再好，是不是也会出现买在高点的地方？那么我们尽可能就在市场出现低点变盘的时候去买入股票会更好一些，更加有利于你的价差。所以不管对于日内交易者还是对于波段投资者，那么这个变盘点阿哲认为都是有比较大的帮助的。那么只要您是今天刚订阅阿哲的粉丝观众您都可以去找助教领取本周的一个日内变盘点。那么在这里呢，视频当中阿哲又讲一下我们在下一个交易日最新的一个变盘点，那么是
阿哲这边10点的45分，也就是美股开盘的第一根15分钟成立的时候，那么那一根 K 线是下一个变盘时间大家可以做一个关注。如果在变盘点前是下跌的，那么那一个点位容易呢是一个低点变盘；如果变盘点前是上涨的，那么那一个点位呢容易是一个高点变盘。像我们在上期视频有讲到这个10点45分这个点位，如果它是一个上涨的，那么收涨的或者说创新高的，但是却走弱的，那么这种变盘点一般你可以直接定位为高点变盘。当然它后续有一个顶分型出现，那么你就会更加确认了。那么通过这个变盘点，我怎么样去知道市场目前可能可以走一个强势，或者说多头开始占优呢？如果是一个空方序列下的变盘点，那么它的节奏是这样的，就股市呢可能会出现一个什么动作呢？就高点后的下跌是很强的然后股价下跌时，它的低点变盘可能是会延后的而后它的上涨呢是比较弱的，是震荡的。而遇到高点变盘之后呢，市场呢会出现下跌的。好，所以现在有一个比较好的现象，就是低点变盘出现之后市场出现了一个比之前上涨更强势的一个上涨，然后这个上涨呢还把左边的高点变盘略微的击穿了。所以这一波下跌只要下一个变盘点它不去击穿之前的这个低点，然后出现新的一个变盘点，也就是说是下一根15分钟 K 线，那么这里就会低点抬高。那么变盘点后如果依旧能够再创新高，那么是不是构成了低点变盘的强势和高点变盘的下跌走弱所以这种情况下就容易形成一个新的变盘上涨的一个格局。所以下一根15分钟 K 线的变盘点最好是一个低点，而后尽可能不要去击穿前方的这个低点，那么在时间格局上它就在走强。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第一部分对于指数背离和第二部分对于时间变盘的一个参考，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一位老同学，听到这里可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点上您照常的点赞宝贵的点赞。当然如果您时间相对宽裕，也希望您可以为阿哲视频留下您宝贵的评论或者是建议。不过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的话，还未订阅阿哲，那么阿哲也希望大家如果学习有所收获，阿哲讲的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启发的话，也可以在视频底下点击订阅按钮，在点击之后就会成为阿哲的订阅粉丝观众，它会显示一个已订阅的一个符号。这样子的话，您只要把这个铃铛全部点开，那么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每一个行情观点在发布之后就会第一时间通知到您，您就不会错过阿哲的每一期视频了。感谢您的订阅、点赞和评论，感谢大家的支持。而在您点击订阅之后，您可以看一下我们视频的右上角有一个弹窗小卡片，如果您需要阿哲的每天美股盘前的广播和日内变盘点的话呢，点击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就可以联系到阿哲的助教，然后跟助教说一下您是新订阅同学，需要本周的变盘时间，他会在后续告诉您怎么领取每天盘前广播希望这一个盘前广播也能够帮助到您。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我们要讲一个短线的抄底信号，那么它分别呢是一个日线以及呢日内的。那么首先我们看到目前的一个行情图板在图板上呢有一个指标叫山海趋势图，这个指标呢会在后续的个股解析当中频繁的去用到如果您是今天刚订阅阿哲的粉丝同学，那么同样你也可以跟助教老师呢可以去领取去体验这个指标的使用，阿哲在本视频当中会不断的去使用，以及呢会教大家怎么样去进行使用。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图表当中呢有一个重要的一根线这根线呢是中期的成本线，也叫做龙门线。那么这根线呢它容易是一个中长线以上的支撑点，而市场如果这根线是往上的，就图中这根白色线它只要是往上的，就说明中长期的趋势呢依旧向上。那目前很明显中长线的趋势依旧是向上的。好，在中长线趋势向上过程当中，股价对于白线来讲是一个强势的支撑，所以你会看到之前呢有出现过很多次的这种单边的下跌或者说波浪下跌，它往往在白线附近会产生重要支撑，甚至出现中期以上的低点行情，是吧？所以像这种地方一旦到薄线附近出现了支撑，那么将是很重要的一些中期投资的机会，每一次都是如此。像这些点位都是重要的支撑，一旦来到这附近就是重要的很多行情的一个关键支撑点位。虽然不一定每次都是中长线的低点，但是它总是会有支撑行情产生。当然这一次呢就是中期以上的调整，所以直接击穿了。但除此之外，很多时候只要白线向上龙门线向上，价格对于白线的回调，我们都要认为它是一个重要支撑，而寻找附近的做多机会。好，那么我们看到当前是不是对于白线的首次击穿，是吧？之前呢我们在31年年初的时候跌穿了
好，跌穿之后呢，股价涨上来了，除了刚开始涨上来的时候回踩一次启动之外，后面就没有再踩过这个龙门线了。好，当下呢是第二次的回踩基本上很靠近了。好，那么目前这个白线的价格是多少呢？大家可以看到左上角写的龙门线是22,300.05。好，所以这个价格附近价格如果出现回踩止跌有止跌 K 线，那么可以作为一个看涨信号，至少是一个我们说的中期波段或者说小波段反弹都是可以的。它的目标位呢，一般是对于这个黄色飘带作为一个首次的试探，只要是黄色飘带，就说明中短期是空方趋势。那么每次的反弹我们以黄色飘带作为首要的目标，是所以之前这一波反弹，我们说到黄飘带附近收阴线就要小心了。那这一次如果跌到龙门线然后止跌有信号，那么日线上的反弹，那么也一样的以黄色飘带作为一个压力。目前黄色飘带是多少呢？是23,137.96。那么日线上就可以关注这两个空间。那么日线的抄底信号，阿哲比较建议大家去寻找一个回踩这个龙门线之后，寻找一个仿包阳线。你可以规避一些假的抄底信号，比如说有时候可能到白色线附近它没有什么仿包阳线。什么叫仿包阳呢？就是收盘价比昨天高点还要高。好，如果它没有出现这种动作，那么就不要随便抄底。是可能它下跌一段时间还要继续下跌出现收盘价比昨天高点高的阳线，它才会出现反弹，是到黄色带附近再出现下跌。那么像之前这种回踩到龙门线附近，是吧？回踩了你就等什么？收盘价比昨天高点高的 K 线，那么可以看一个反弹。那么反弹的一个目标呢，就是黄色带。好，股价呢调到龙门线收盘价比昨天高点高你就看一波反弹，是吧？可以看个黄色带附近的反弹。如果能够击穿黄色带回踩不破黄色带，是吧？转为紫色带，那么这种地方就说明整体趋势开始稳定上涨那就没有问题了。但当下还没有所以股价呢先看龙门线附近有没有仿包阳，如果有出现，那么日线抄底信号出现，好，那么看一个对黄色飘带的一个反弹，这是一个日线上的，那么级别会比较大，然后出现呢会比较晚一些。我们再看到日内呢可以看到15分钟，在15分钟的一个图表当中我们可以看一下当前的一个价格是不是还是一个紫色飘带无法去支撑。我们在上期的盘前广播当中有讲过，如果你要去做日内的抄底，最好有一个行为产生会更加安全，就是黄色飘带能突破，然后回踩紫色飘带能有支撑，那是最好的。那么当下呢，它是二次回踩，然后有一个仿包阳出现，所以这种地方可以作为一个激进型的买点。但这个买点你必须要以之前的这个低点做止损因为这是博弈二次回踩不创新低再启动，这种属于不太强势了。如果当时能够上涨回踩飘带启动，那么这种就会更好一点。所以如果你想要更加求稳一些你可以等待价格这一波反包突破成功不创左边低点，然后去上涨，是再次突破这个飘带甚至呢左高的时候做二次的回踩，飘带不破那一个买点，那一个反包阳线，这个在15分钟也是有效的。当下15分钟其实构成了一个买点，是所以看一个反弹阿哲认为是有机会的。但这种买点呢，就是相对来讲跌得比较深。如果要更保守、更强势、更加准确，就是最好是再次新高走出一个上涨结构，然后回踩飘带，再出现反包阳，那个15分钟呢会更加稳妥更快比日线反包呢肯定要更快一些。所以我们当下通过指数背离，通过新月满月的变盘知道呢市场当下有机会是一个低点反弹。日内变盘点也提前告诉我们，市场的一个变盘周期在时间上是有所多方走强，但我们最好还是结合短线的右侧抄底信号来去配合。日线如果有反包阳那就更好，那如果日线你等不了反包阳，你可以看日内15分钟有没有突破回踩紫色带，然后反包阳的启动。所以这是我们在大方向上怎么样更好的去做日内的抄底博一种更加稳健的一个反弹行情。那么有了这些观点之后我们再去看到个股解析就会更加的方便了。因为指数出现买点的时候，我们再去做个股的买入去做多，那么可能会更好一些。当然因为我们目前有低点变盘的一个概念，所以如果个股有一些提前出现启动的行情，我们也可以去关注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个股解析不过在此之前，阿哲再次强调，如果您是今天刚刚订阅阿哲的同学，那么您是可以有3重福利的。第一重福利就刚才所讲到的上海趋势图，那么你可以有1周体验权限。第二重福利呢，就是我们的盘前解析，我们的盘前广播
第三重福利就是我们的进阶知识和内部直播课程。前面2个福利大家应该都明白了，那么第3重福利呢，阿哲这里再讲一下。我们每周在内部都会有针对我们订阅粉丝同学不公开的一些体验课程，您只要是订阅粉丝同学都可以跟朱教老师去报名听我们的一个内部直播或视频课。当然因为本周是春节期间，那么基本上呢阿哲和阿哲团队老师呢都在休息了，所以在本周如果您订阅了阿哲，那么可以把之前我们的一些精彩回放曾经所教的一些知识点大家可以重新的学一学，里面呢也有讲到很多关于上海趋势图的一个使用技巧。所以这3重福利大家如果订阅阿哲，记得跟助教去领取。您可以点击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去领取，也可以呢在我们视频底下评论区，阿哲有一条置顶评论也发了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点击链接也可以找到助教这2种方式都是 OK 的。那么希望在订阅阿哲频道之后，您立刻就能够有所收获，能够立刻投入到技术分析的学习和研究当中，这肯定对你的交易是有帮助的，对你的投资是有效的。在马年，阿哲也希望大家能够花更多时间，能够专注于学习和交易之上。很高兴能够帮助到您，也很高兴大家能够订阅阿哲频道。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下一部分。我们来看到个股解析，第一只标的是特斯拉。目前我们所看的是特斯拉的一个图表。那特斯拉呢，在本次的一个下跌当中，是不是出现了一个中期以上的下跌？从一个趋势线的压力滞涨，而后回落到趋势线的一个下沿通道，基本上是一个极限的位置了。这波下跌如果跌到这里都还不止跌的话，那么后续再破位再反抽，这种情况下它就是影响到中期以上的趋势，就比较麻烦。好，那么在这里就是我们要去关注的，它类似于我们市场的一个龙门线了。当然这里附近其实也是一个龙门线附近。好，价格走势要在这里产生最好是2次止跌，然后再次启动的动作，那么它才能够去帮助我们去在这里寻找到中期以上的投资机会。它的反转信号还不强烈，就哪怕我们最简单的画一个下降趋势线，是吧？它都还没有有效突破，所以股价呢至少要这里出现一个突破回踩，是吧？下降趋势线也是可以的。那么当下呢都没有，所以它还是一个正常，我们说看一个反弹，但是底下有一个中期支撑，这里的回踩不要跌破，那么再启动也是 OK 这种行为也不影响整体趋势上行所以当下特斯拉处于一个临界点，就是它不能跌破关键支撑，跌破就麻烦，所以不跌破的情况下，在这里出现的任何2次回踩都可以关注一下它的买入机会，当然这呢偏中期以上。而后我们看一下它的上海趋势图，那么目前我们所看的是特斯拉的一个图表，那么我们看一眼就会知道了，这里除了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趋势线的压力之外，它也是一个黄色飘带的压力。黄飘带说明它是一个中短期的下跌趋势，那黄飘带它的压制性呢，就是对于短期的一个上行了。价格短期反弹到黄色带收阴线要小心，反弹收阴线小心，是吧？反弹收阴线就小心，这反弹收阴线就小心。所以当下要注意了，如果是一个中短线维持下跌，它就会不能创新高，容易创新低。所以之前这里是反弹就新低，反弹就新低，反弹就新低，我们要改变这种节奏。所以这一波反弹收阴线可以让下跌不能新低了，因为龙门线在这里，因为关键支撑位在这里，所以这里只要再次止跌能够向上突破新高，就会构成一个反向结构。好，这个结构产生，那么后续呢就更大概率有机会是一个中期底部，而这个反向结构最好是能够站上飘带回踩飘带止跌启动，这个地方的买点就是一个右侧买点，而当下的买点再怎么样都只能算是左侧的。所以支撑点呢是 396.406， 这是龙门线的一个支撑，也是刚才所看到的趋势线一个通道的支撑，这里要注意不能够有效跌破龙门线，跌破就比较麻烦。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亚马逊。亚马逊呢还是保持一个白色 K 线，那什么是白色 K 线？白色 K 线说明它的下跌已经破坏了之前的上升趋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其实是更大级别的超跌至少是中期以上的超跌。正常日线有白 K 的时候我们在周线上应该会有一些周线的底部信号，比如说目前有一个底部前带底部前带产生时不能直接买这样它说明它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支撑点，或者说超低的范围之内了。所以你会看到底部前带产生时，如果后续能够接一个反包阳线不跌破这个底部前带之前，我们可以看上涨行情，就底部前带如果有叠加蓝色 K 线会更好，就出现突破了是吧？周线上的那就更好是吧？底部前带蓝 K 突破会更好。
目前有底部前带，没有蓝 K， 效果差一点。但如果能够周线反包阳，其实也说明这个地方它确实是周线上的超跌反弹，那行情呢就可以期待。而在日线上的白玉 K 线啊，它能代表波段的超跌，这种白玉 K 线呢比较少见，是吧？如果趋势好的话呢，它一般是不会有的。趋势好的时候，它一般就是蓝色 K 线的行情，是吧？突破蓝 K 啊，做超跌反弹啊，一般呢还是有利可图的。那么像之前这里是不是也是蓝 K 突破，是吧？这一波上涨啊，好，那么这个蓝 K 没有突破，转白 K， 说明它不只是短线超跌，还进入到更大级别的超跌啊。所以蓝 K 出现的时候，如果没突破就不要乱买，是吧？蓝 K 出现突破了啊，才构成买点。蓝 K 出现啊不突破不买，白 K 出现不突破也不买，是吧？白 K 出现如果突破了啊，又是这个龙门线附近，可以开始做抄底行为，至少可以博弈一个反弹。但如果后续你发现这个涨幅不强，或者跌破白玉 K 线低点，那就要注意了，这种地方就要止损了，因为抄底总是风险的。白 K 出现一般就说明它只是一个下跌趋势的超跌信号，但是白 K 一般出现的时候我们也只能说它已经趋势破坏了因为跌得太狠了。好，所以白 K 出现有前带这个效果会更好反包所以这里看个反弹到黄色飘带，不能突破，有风险就小心所以白 K 产生时有前带子，那么反包我们说这个地方不跌破，可以看一个反弹。如果反弹很强，甚至是转为紫色飘带，那么就顺势看涨咯所以当下就是有白 K， 说明趋势已经走坏了，然后后续反包可以看一个反弹。如果结合周线也能够反包，那么它的效果会更好。反弹的一个目标位，一般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游龙线 220.826 但是这个地方目前还没有反包所以当前呢就还不能够直接买进，白 K 还在，就说明还在超跌，还在下跌。那么以上是亚马逊的分析，我们接下来再看到英伟达。目前呢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行情图表英伟达呢它就依旧还是受制于之前我们所画的这个趋势的一个压力股价呢每次反弹到这里就容易回落，反弹站不稳回落，是吧？反弹就容易回落，现在也还是一样，反弹容易回落，所以它还是保持一个相对的震荡的格局，就大的结构还在一个震荡小的结构呢是一个压力线附近但是它的低点呢还好是有一个抬高的动作，所以整体是向上的震荡，但是它整个大区间的震荡是还没有脱离的所以你会发现它涨的时候呢有阳线长阳，跌的时候也有长阴所以整体来讲只能说看个短波段，但你不能说拿太久除非它有朝一日能够在短线上站稳这一个压力位，是吧？突破，就这一次股价下跌时不要跌太深，到这里差不多往上突破走一个新高，后续回踩，这种地方就是有效突破了。当下还没有这个动作，那每次靠近都要小心。就是这一波回调找一个止跌买点，看个反弹，是吧？如果反弹力度弱，那就要跑；反弹力度强，能重新站上，可以再往后看更高的空间。不过目前呢还是受制于这个压力和左边阴线的一个压力，所以更多的还是短线相对偏弱。我们再看到它的上海趋势图上，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趋势图。在图表当中呢，龙门线是不是也是向上的？所以中期以上还是看涨，而中期以上看涨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龙门线附近的蓝 K 线，是吧？反包是可以看涨的，是吧？出现中期以上蓝 K 线，当然反包时一定要出现比较明确的突破才行，如果没有，那最好不要乱买。好，股价出现蓝 K 线在龙门线附近突破看涨，当下呢就是回踩，关注龙门线附近有没有止跌，有的话突破可以看涨，所以关注一下。龙门线这里是 178.937， 如果这里能够出现止跌阳线，比如说低开高走或者说蓝 K 突破等等的，可以看涨。当看涨只能看反弹，除非关键价位能够突破。通过我们的飘带也可以发现，它呢整体是走平的，是吧？整体呢是反复的转变颜色，所以它是一个中短线震荡行情。那么以上就是特斯拉、亚马逊和英伟达三只标的的解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部分，我们第一只标的是 Core 位。当前我们所看的是 Core 位的图表Core 位呢，之前我们说过，短线其实走到这里要小心它的一个压力了。不过在最近指数下跌时它的一个压力反馈不强，就是市场对于某个环境的发生的一个风险的应对，它有两种。就比如说指数下跌，有些股票会跟跌，跌得很，跌得不狠，是吧？跌得轻，跌得浅，它总会跌。这种就是正常的反馈，就指数跌它跌很正常。还有一种就是指数跌它涨就很强势，但这种一般可能会有补跌。
好，另外一种就是指数跌啊，它不一定会涨或跌，它走震荡，缓解市场的这种下跌风险，这种叫做抗跌。而这种呢，补跌的概率呢会低一点。所以当下的一个 call 位呢，就属于它涨了一波，就市场涨的时候它跟涨啊，市场跌的时候它不跟跌，它走震荡消化风险，所以它就有一些异常。它到现在为止连三小顶的这一个10日线都没有跌破，所以整体的一个风向，阿哲觉得还是比较强势的。它还有可能有进一步的目标，就更高的一个目标，才会导致它在这里是停顿而不是下跌啊。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看一下它往上走 110.261， 如果这里出现异动，比如说盘中看到很明显的加速行为，其实阿哲认为短线上它可以算是指数止跌后短线可以去把握的一只标的。我们可以看到它的15分钟，从15分钟来看，它的龙门线其实还是在走向上的，是吧？你会看到指数的龙门线是破位了，而它的龙门线呢是缓慢向上，每次跌到龙门线它都能够止跌，这是日内的啊。所以当前的一个走势，龙门线在向上的力度是比较明显啊，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看一下是否指数有止跌，而后它能否突破回踩，是吧？可以构成一些买点。当然更加保守一点的，你可以等这个区间给突破了。所以当前的一个走势，这里很明显是一个区间，是吧？等它有效突破后走回踩，是吧？这个地方去把握15分的一个买进，有可能会有一个加速。这里不能够15分钟跌破龙门线，是吧？如果某一波下跌跌破龙门线反抽，那这个地方说明它要补跌了就比较危险。所以在日内可以关注15分钟有机会产生这种买点，那么目标位就是 110.261 作为首要目标所以 call 位呢还是可以继续关注的可以去看的。而它的一个飘带支撑目前呢是 93.179。 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谷歌，谷歌的话呢就延续下跌，是吧？它呢是我们算是之前所讲的比较贴合我们预期，就是它这波下跌是中期以上的。好，因为它走的一个趋势走得太远了，之前没有一次是针对龙门线一半的乖离修复过当下呢其实已经修复了大概有一半的乖离了，所以这里如果有反包阳线的话，可以去搏一波反弹。从周线来看，它也回踩到了一个飘带也有这个前带子，但是周线的确认信号会比较晚，所以先看日线有没有确认，日线有做短线是吧？有前带有蓝 K， 那么等一根反包 K 线，如果反包产生，那我们就看一个反弹出现，那么它的目标位就是我们的飘带 325.328， 如果依旧延续下跌，那么可能就是蓝 K 延续甚至会进入白 K但整体来讲不反包不要随便去买入股票。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甲骨文甲骨文最近呢其实也还可以，它也不怎么跟跌市场下跌它也是走调整整体缺口也没有补，所以有慢慢的短线走强的一个迹象，走了一个上涨回调再启动反包阳的动作，所以甲骨文这种行为呢有机会在短线上也看涨，但是因为它是一个黄色飘带，所以阿哲认为呢 call 位那种紫飘带的可能会更好一点，空间呢会更容易走。它的话虽然感觉龙门线的空间很远，但是它的黄飘带作为第一个压力位所以这个启动首先首当其冲的压力位是 172.906 这作为第一个压力位如果连这个地方都过不去，那其实再远的空间也看不了当下它这种结构还算是短线可以关注的有机会走强，缺口之上有机会走一波短线反弹，但是目标可能也就是这个飘带上沿，或者说过那么一点点。我们再来看到下个股票是 MSTR， 那 MSTR 也是一样它也是走了一个上涨后市场下跌，但是它不怎么跟跌，走的是一个震荡为主，然后再启动是吧？指数呢稍微有一个10日星，它呢就反包了，所以这里呢看一个2次启动上涨是可以的，目标位也是飘带先看飘带，所以飘带的下沿这个地方应该挡不住 136.448正常目标应该是飘带上沿 152.088 附近，看一下它的一个动作是否会出现滞涨，如果没有就延续看涨。那么防守位你可以用前面阴线的低点作为防守，这是短线的一笔还可以的盈亏比的交易。而后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微软微软的话就跌得比较厉害，而后它没有启动是吧？你刚才看到甲骨文还有 MSTR 都是在这一天呢有所启动的，但它没有，还是连阴不过它的左低这一根 K 线没有跌破，所以也还行，但是不算是短线很强如果能反弹也最多就看一下飘带下沿 420.588不算很强的一个结构，相对偏弱一些。而后我们再看到博通的一个股价走势呢就是收敛但它这种收敛的格局我们认为它会有爆发
而后它的龙门线向上，所以这种爆发更可能是偏向上啊，它已经是完全由一个高点到龙门线产生了正的一个修复了，是吧？修复一半产生了反弹，修复全部再次上涨，只是这个上涨呢，它回踩的力度有点狠，直接呢把这个龙门线给跌破了，这不太好，要快速收回来才行，就它一定要在本周指数如果反弹，它要快速收回来，然后飘带转为止色回踩支撑不破啊才会好。现在呢还是一个我们所说的黄色飘带，就没有彻底转为紫色回踩不破啊，它的龙门线是326.726，它的龙门线是326.702，当下也还不是很强支撑啊，一定要收回来，收一根启动阳线，可以做短线看涨。周线上啊，更大周期的话，有一点不好的是它是破了飘带，然后反弹啊，目前有一个压力是周线的，就是这一根阴线的高点345.4啊，刚好跟飘带共振啊，所以目前比较怕的是它周线是走了一个下跌反弹，再走阴线啊，那么破了之后就是一个下跌三法，而且是周线上的，它空间会打开，那么可能要修复周线上的一个怪力，那就比较大的空间了。所以这里呢，最多先看看短线，要彻底走好才能够看周线的一个上行。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AMD 它也还可以，但是前面这个跳空缺口太大了，所以压力比较强，再加上是一个黄飘带，所以股价反弹到这里啊，碰到了一个缺口压力就回落力度不算强，但是周五止跌也不是很强啊，所以只能说看短线反弹，但是力度是一般的啊，不如刚才所讲的甲骨文那些222.969啊，作为一个中短期压力，然后下方的龙门线最好不要破了下跌空间就容易打开，龙门线在194.477，大家也可以呢在领取了上海趋势图之后啊，好好看一下您手中的个股它的一个格局是怎么样的，龙门线向上向下，飘带呢是一个紫色还是黄色，就趋势一眼看过去差不多啊就明白了，如果有蓝 K 就等反包，有机会是反弹，白 K 的话呢一般就容易是比较大的反弹，黄色 K 线呢就小心风险啊，所以大家如果您还没有领取上海趋势图，可以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点击啊，去激活我们1周的体验权限，好好分析一下您手中的个股。而后我们看到下只股票是 HOD 它是二次回踩白 K 啊，这是比较弱的了，因为二次回踩又进入了白 K 了，这种下跌说明比较强，还有一个下跌缺口啊，所以这种呢从技术面看，当下就后续除非有消息面的配合，不然这种启动的可能性是极低的啊，所以它是比较弱的一只股票了。现在86.967啊，龙门线在上啊，飘带向下啊，所以整体来讲，风险比较大，这种不要随便抄底啊，多次进入龙门线还是要小心。周线上的话呢，就离这个周线的龙门线有一定距离啊，然后也没有止跌，所以要小心啊，可能还有下跌空间。看到下只股票是 APP 也是二次回踩比较深，然后有一个倒形反等缺口，多个缺口3个缺口一起出现啊，这里有一个刺透一半啊，可以看看反弹，如果反弹力度不够，它连缺口都补不了，那么这里就会形成一个下跳缺口不补，那么再加上它的飘带，那么这里可能还有下跌空间。从周线来看，它也是对于周线的龙门线可能进行一个乖离，目前有一半，然后有蓝 K 有前带啊，所以周线上如果有机会，那么一定要等反包，那么才有机会产生超跌反弹，否则的话日线最多就看一个小反弹啊，所以当下关注这个压力，一个是下沿453.318，一个是缺口的上沿438.18啊，这些压力位在反弹时如果是很强的压力又再次下跌破底，那么就比较危险。而后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半导体3倍做多，它的话呢是一个紫色带，所以整体区间上还是比较安全的，但它也是属于跟谷歌一样啊，就是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只是没有谷歌那么强那么单边而已，但它也有一定的距离了跟这个龙门线啊，所以这一次下跌是补了一半的怪力，股价反弹时要小心一个地方，就是它的 K 线上走了2根吊颈线，就吊颈线是后面被覆盖了，是吧？被下跌的就出现了，然后第二天又是一个负阴线，就这种呢比较危险。所以对于半导体3倍做多想要去看涨，有一个短线点位，就是负阴线之后的这根 K 线它的高点，如果再一次被强阳突破，那么直接构成短线的追涨买点，但这个买点一定要去确认了，就收一根实体阳线突破，可以看左边高点有机会去过。如果这里是一个压力，就发现这里是长上影线，或者说直接呢继续下跌，基本上就比较麻烦了。这里可能是一个双顶结构，2根吊颈线出货就比较危险
所以看一下飘带的支撑是 61.145 这个呢是要小心一点的。从周线来看也一样，这是一个黄色 K 线，然后周线呢不断有长上影线这种地方容易是一个隐秘的资金高抛的出货的一个点位，所以要特别小心它的一个双顶的形成。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Circle。Circle 就是反弹强势它呢也是在周五的时候出现仿包，所以 Circle 这种个股呢还不错它这一天呢是一个关头阴线，2月12号的时候关头阴仿包，所以这里直接构成短线的买点。它也算是指数下跌不跟跌走震荡，而后仿包关头阴，所以这里呢是一个买入的 K 线。那么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目标是我们这个飘带的上沿，那我们的防守位呢是用关头阴的低点不跌破关头阴低点呢就短线看涨而后看飘带上沿。好，所以这个地方是 68.893作为第一个目标，看一下它的反馈。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Meta 的话之前有一个蓝 K 出现然后被跌破，那么这里是有一个买点，但这个买点之后要不要止损呢？因为它跌破的时候又是一个蓝 K， 所以在超跌范围之中呢我们可以宽泛一点，它又不是一个长阴线是吧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先不止损，甚至等待下一次的加仓机会价格走势目前跌破1根2根刚好也是在变盘点附近，所以这里如果能够有反包，那么这里买一笔，那么这里是不是买第二笔那么股价上行我们可以这么去看它能不能够走中价格走势，然后你的防守位呢可以再往下放一放，那么这一笔仓位可以买得更多一点，所以我们是分着去做会更好。当下的 Meta 整体的价格结构对于很多股票来讲是还不错的，因为它走了一个上涨回调再上涨破左高所以改变了一下趋势结构回调，那么价格走势应该是低点在抬高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去把握这种地方的一个买点，去看一下进一步的推高我们可以有一种期待，但这个地方一定要设好止损这个地方的低点就不能破了，这里破了就要跑了，要止损了这里如果能够仿包再去加仓看涨，它的高点是 651.13。 我们再看到现在股票是 OKO 趋势一般般股价回调比较强，这里没有白 K 也没有蓝 K 价格走势有一个前带着仿包，所以有一个支撑点这里支撑，但是周五启动不强，那么就先弱了一步价格走势第一个目标是 74.026， 跌破左低就是风险的延续，但目前在中期上它已经走弱了走坏了，比较麻烦。之前我们说过如果你要做空这种个股可能是处于一个起跌点，你是可以看一下每次反弹后的一个飘带附近的阴线选择空的。我们再看到下只个股 PLTR 还是一个超跌，有白玉反包突破，所以这里呢可以看超跌反弹，不过反弹力度就还是反弹为主因为它跌破飘带了，不在飘带附近的白 K 呢就相对要小心一点周线上呢是对于这个龙门线还不到一半接近一半有蓝 K 没有反包，所以对于这种超跌的股票，特别是趋势破坏的股票如果能够等周线止跌会更好，那么日线最多就做一下反包后的突破那么飘带下沿 144.484 空间呢也不大，所以可做可不做不是重要的关注标的。下一只股票是 Coin 就是刚刚出现白玉的突破，白玉 K 线突破嘛，我们就看一个反弹咯价格出现下跌，白玉突破看反弹是吧？下跌白玉有突破有消失看反弹，空间最多先看上沿 207.276， 如果连下沿都无法突破，那么就比较弱 174.89。 我们再看到美光当前只能说看个短线看涨它也还是短线比较强势的，有蓝 K 有指飘带有突破，所以短线看涨，但这个看涨一定要过高过高才行，如果这里不过高直接往下破，那么就比较麻烦，就会构成一个下跌的一个形式，这就会形成跟之前所讲的3倍半导体做多一样，可能是2次的我们的出货行为，就比较小心。周线上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呀？有长上影线产生了，价格滞涨了所以这里如果不能新高，这里是风险点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一次买入不能说仓位太重只能说作为一次可能是趋势末尾的一个短线看涨。下一只个股再看到 MP 它的结构不太好可能无法去形成这种中期的趋势了，它之前形成了一个颈线但这个颈线呢它没有被有效的突破价格呢过了之后快速的回落，而反抽黄色带跌破龙门线，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快速的强势的突破才行，然后回踩不破转止带这种情况下中期才能够往上看左高不然的话这个龙门线还有这个飘带都无法过，都无法去有效突破
还是有很强压力的话，是吧？一遇到飘带直接跳空下跌，这种就不太好啊。这种情况下，如果反弹还是有压力，基本上又是一个做空标的啊，跟 OKO 一样要注意啊。我们要小心，这是一个起跌点。以上就是2月16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啊！希望在马年大家能够马到成功，马上有钱。也希望在马年我们依旧继续观看阿哲视频，支持阿哲的创作。感谢您的依旧的支持，我们马年再见，拜拜。